大家好，我是那个中国的佛心，佛心是我的网名。我们接着介绍这个 RPX，这个就是那个美国那个比尼团队做的那个，现在RPX 2.0。我们看的它这是频谱，这是频谱分析仪。人家那个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大概是6000块钱以上吧，一台仪器。这个是示波器，就是我用的那个牌子不一样。这个就是信号发生器，这个是电源，这个是那个 RPX， 它是2.0的，就是可以关闭那个泵母波的。有一个开关在这儿。通过频谱分析，我们很容易的看出来，它这个你看频谱1个、2个、3个，它这个距离是一样的，就说它这是1、2、3、4，我们这是1、3、5、7，这就是对称和不对称的主要区别。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那个RAF 手册里边的原始那个机器输出的那个原始的波形。这个没有目录，我拉一下。它这个原始波形呢，原理是那个 AM 调制的，就是调幅波。但是那个调制深度不一样呢，最后出来的波形也不一样。后来他们发现，就是调制的比较深，就是类似于出来的波形像方波一样，效果是最好的。这是调制之前的，你看一下这个。最开始它是用的那个衰减波，当时是用火花器那种。第2代、第3代用的是这种衰减波，衰减波也有效果。明显看出它是不对称的，它是逐渐降低的。这个隔一段就是调制，一个频率调制。到4代以后呢，就是4代以后的那个叫一个飞利浦，就是这个人，他一个工程师飞利浦浩劳德，他发明的那个 RAF 机呢，就是通过一个高频一个音频进行调制，音频就是几十千赫兹，几 K 到几十 K 进行对高频进行调制输出。刚才好像看到了。这是机器的照片。这是那个波形，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实验室录像那个截图。
它是正弦波，正弦波这是调制之前的，也不是规则的正弦波。这一块就是它实际输出的波形。我明显看到这个是它那个0伏电压那个线，然后这个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类似于方波的波形。后边还有。后边有那个频率波形分析，啊，这个就是了，这是3.8嘛，3.8兆，这个是载波频率，3.8兆，就是在那个等离子管之前的频率波形是这样的，经过等离子管以后的波形是这样的，类似于三角波。这原始的调制出来的波形，这个是那个英国一个医生，他有一台原始机，他的原始机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这 A 标 A 点就是它那个0点电压，就是0点电压，明显能看出来它这个波形是这样的。上面最高到这儿，包括这个原始的，你看1格、2格、3格，底下呢就只有1格，它是非对称的一个波。如果是完全对称那种正弦波，或者是那个方波的话，对称的方波的话，那肯定是没有效果的。明显能看出来，这是它那个频谱一个分析。然后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要想达到治疗效果呀，最好是选择一个非对称的波形。非对称的波形，它是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完全对称的话，那个如果把细胞看成一个病毒细胞或者是细菌细胞看成是一个电池的话，你的电极就相当于是给它充电。充电的话，我们都知道拿直流给电池充电，充满了。如果是过充的话，就把电池给充坏了，对不对？如果是充了放，那个等于是电池也没充电，也没放电。这大家都清楚了，很简单一个道理。对称波就是它充完半波是充电的，然后剩下半波就是放电。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治疗效果。这是用来计算谐波的，这是最低的1的，就是它那个刚才那个赫劳德那个，他说的是那个频率，测量的频率，实际上也就是低频的一个谐波，它在高频的时候也有效果。你看它有2次高频、3次、4次、5次、6次，这个从100K 到1兆，包括这个癌症病毒是1.6兆嘛，3点多、4点多、6点多，最高的是这个到7次的时候都11兆多了。所以说它这个杀死这个病毒的频率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频率。因为按照他那个国外科学家研究那个 DNA 或者是其他那个影响的话，DNA 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通过那个降频以后呢，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就是现在技术手段才能达到的一个频率。也就是说，它这个1.6兆当时设备出来这个测量那个有效那个杀菌的频率呢，在3.2兆的时候，它
2倍的时候它也是有效的，这3倍的时候也是有效死的。所以说你那个把那个载波设置到3兆，或者是4兆多、5兆多、6兆多都可以，这样就是来回计算就可以了。计算到这个通过调制以后，它那个上边带或者下边带那个频率达到这个病毒频率的那个高次谐波就可以了。而且它这个频率越高呢，按道理来讲，它是获得的能量是应该是越高的，所以它的效果应该是越好的。所以说最起码呢，你在调出来的频率得靠近这个依次就是原始这个频率测量的出来的频率，就是第一个。如果你再降到那个音频的范围内，那它细胞获得的那个或者说是那个病毒获得的能量就非常小了。因为它那个实际上吸收的时候，它那个频率是往高上吸收的，不是往低上吸收的。也就是说，你那个几十 K 呢以后，它分解以后就是1357，这样它的能量是越来越低的，知道吧？这个就是那个 Ralph 当时那个测量的雾毒的一个实验室那个频率换算成频率，当时他用米测量的这 B 车你看到17兆了，这个是11兆，然后后来呢，这是那个后来测量的频率在这儿，就是1935年测量的这个纠正的频率，这个频率是稍微准一点的。然后这个呢频率呢就是那个第4代的，就是赫劳德那个他做的，做的那个4代那个治疗机，然后测出来的频率，拿那当时也有那个测频器嘛，就是频率计，当然是测出来的频率，有效频率是这样。这个音频呢就是用来调制的，这是3.8兆的需要的调制频率，37K、39K 这样的，这是3.3兆的那个机器用的调制频率。这是后来那个 AZ58 那个 Ralph 机，用的调制频率是2K 几百，但是这个就是后来那个效果是最差的，调制频率调出来有好多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还有就是这个，他们说这个可以接那个输出线圈，这个我是不建议接的，因为那个接输出线圈的时候呢，因为线圈阻抗是非常大的，就是说阻抗太大，一般它因为是高频嘛，3点多兆嘛，虽然调制以后呢，它的频率还是就是基础频率非常高。比较高以后呢，直接输入线圈里边呢，那个电流是非常小，它输出的这个应该是它的输出12，应该是5伏左右，或者是应该是5伏左右吧，峰值可能十几伏。这样的话，它那个功率啊，小的都可怜了，毫瓦级的，可能几毫瓦。几毫瓦的话，那个因为高频嘛，它有那个屈服效应，这样呢对那个体内包括体表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治疗效果了。接那个输出线圈来治疗根本就没用，多此一举。我也试验过，就是接那个输出线圈对那个微生物进行影响嘛，试了有半个小时。根本没什么用，最后那个水都干了，那个里边的微生物还没死呢。这个没什么用，不建议大家接线圈，而且它这个里边的芯片
也带不动太高的功率的东西。这就是美国这个 Aperture 2.0，可以看一下。他在讲那个编带，这个是它输出的这个波形，你们看这个是中间这个0.0伏那个一道线，然后上下是对称的，很明显。你看它开了以后是这样的。因为它输入的是那个正弦波调制的，我们用的是那个 CMOS 这个半个方波也可以，弹出来的我们这个是波形就比较干净一点。它这你看这个明显有弯的。它这里边那个这个泵浦波输出那个电阻也比较大，它这块你看没法完全释放，这块上升的还可以，这个释放的时候太慢了。你看这个，它这个上边带下边带这一块很明显看出来。好，就这样吧。